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有一個叫做 Apalachicola 嘅小鎮，佢坐落喺佛州嘅西北部，靠近墨西哥灣。呢座小鎮以其美麗嘅自然風景同豐富嘅海洋資源而聞名。由於呢度比起佛州其他繁華嘅城市嚟得更為樸素同低調，所以亦都被稱為 Forgotten Coast。2018年，一單血腥殘忍嘅謀殺案打破咗呢座小鎮嘅平靜，並為小鎮蒙上咗一層揮之不去嘅陰霾。2018年4月23號，警方接獲投報，有人喺98號公路旁邊嘅樹林度發現咗一具女性遺體，佢全身上下都布滿咗傷痕，顱骨碎裂，肋骨同四肢都有骨折，係俾人監生毒打致死噶。由於死者嘅身上並冇任何身份證明文件，所以警方一時之間亦都冇辦法確認死者嘅身份。當警方正喺度為呢單無頭公案而煩惱嘅時候，佢哋又收到咗另一通報警電話。附近嘅汽車旅館發生咗流血事件，警方進入咗15號房，只係見到床上布滿咗血跡，跟住一陣酸臭味就撲鼻而嚟，相信有人曾經用醋嚟到清理現場。鑑證人員對間房做咗盧米諾測試，發現間房嘅浴室血跡斑斑，睇起嚟呢度曾經發生咗血腥暴力嘅襲擊事件。另外，佢哋亦都喺浴室嘅浴簾桿度發現咗一個血掌印，相信呢支浴簾桿就係打人嘅武器。呢個時候，警方認為旅館嘅襲擊事件同喺樹林度發現嘅遺體可能係有關聯噶。果然不出所料，經過檢測之後，旅館嘅血跡同樹林遺體嘅 DNA 吻合，並證實咗死者嘅身份。佢叫做 Eileen， 31歲，嚟自邁阿密。Eileen 出生喺一個小康之家，佢仲有2個家姐 Francesca 同 Deborah， 一家人嘅關係都好好。喺 Eileen 9歲嗰年，佢嘅媽媽就因為癌症過身。6年之後，佢嘅爸爸又因為心臟病而離世。當時22歲嘅 Francesca 就孭起咗媽媽嘅責任，照顧2個妹。高中畢業之後， Eileen 就去咗 LA 讀書，並成為咗一位物業經理。佢係一個獨立自主嘅女性，憑住自己嘅努力打拼嚟應付生活嘅開銷。警方翻查咗旅館嘅入住記錄，發現 Eileen 喺4月21號同另外2個人一齊入住咗15號房。佢哋係 Zach 同埋 Christina。呢2個人都同 Eileen 有住錯綜複雜嘅關係。Zach 係 Eileen 嘅男朋友，佢哋係高中同學。Zach 嘅性格外向，風趣幽默，不過佢哋當時並冇擦出愛火。直到多年之後， Eileen 遇翻咗 Zach， 佢好快就被 Zach 嘅風趣幽默所吸引，之後就慢慢咁喺埋咗一齊。不過 Eileen 亦都清楚知道佢並唔係 Zach 嘅唯一。根據 Zach 好朋友 Mike 嘅講法， Zach 當時已經有一個拍咗拖好多年嘅女朋友，而佢嘅女朋友就係 Christina。Christina 比 Zach 大8歲，佢嘅控制欲好強。Mike 睇得出 Christina 喺呢段關係入邊一直都係扮演住主導者嘅角色，而 Zach 就係服從者，不斷滿足 Christina 嘅要求。Mike 回憶話，當佢同 Christina 初次見面嘅時候， Christina 一開口就同佢講自己有一個境界好高嘅警察爸爸，如果大家唔小心觸犯法律嘅話，佢嘅爸爸都可以幫手解決。2016年嘅某一日， Zach 帶住 Eileen 嚟搵 Mike， 呢個時候 Mike 先至知道 Zach 喺度一腳踏兩船。佢曾經勸過 Zach 要同 Christina 一刀兩斷，不過 Christina 係佢二手車行嘅合夥人，加上 Christina 經常喺醉酒之後對佢講出可以令佢隨時消失之類嘅威脅，令 Zach 一直都唔敢開口講分手，所以就唯有同 Eileen 搞地下情。2017年，Eileen 突然被公司裁員，方寸大亂嘅佢決定翻到邁阿密，並進入咗 Zach 嘅二手車行度工作。喺同情敵朝夕相處之下， Eileen 不斷向 Zach 施壓，要求佢同 Christina 分手。不過當 Zach 鼓起勇氣踏出呢一步嘅時候， Christina 竟然提出咗一個另類嘅建議：3人行。一開始 Eileen 堅決反對3人行，佢認為呢個方法根本就行唔通。不過佢就喺幾個禮拜之後改變咗主意，並接受咗 Christina 嘅建議。
事實證明，三人行根本就係自掘墳墓。佢哋三個人嘅關係急轉直下，每日嘅生活都充斥住由酒精引起嘅暴力行為。艾蓮同 Christina 會互相上對方一個黑眼圈，所以佢哋經常都需要帶黑超嚟到遮掩瘀傷。艾蓮嘅好朋友 Ellie 表示，艾蓮已經唔止一次同佢講 Zack 對佢喐手喐腳，仲曾經將佢打到入醫院。雖然 Ellie 多次勸艾蓮去報警，不過艾蓮就擔心 Christina 會利用警局嘅強大勢力嚟到對付佢，所以一直都唔願意報警。雖然艾蓮一直都受到暴力對待，但係佢就喺2018年做出咗一個令大家大跌眼鏡嘅抉擇。佢決定俾自己最後一次機會，搬入去同 Zack 同埋 Christina 一齊住，希望三人行嘅關係可以行得通。幾個禮拜之後，艾蓮嘅忍耐已經到咗極限，所以就決定要搬走，徹底結束呢段關係。不過佢嘅計劃就遇上咗變數。2018年4月7號，Zack 同 Christina 嗌咗一場大交，跟住 Zack 就載住艾蓮出發去到 Georgia， 並展開咗一場公路旅行。由於事出突然，所以艾蓮當時連手機同銀包都冇帶喺身上。另一方面，被拋棄嘅 Christina 非常之嬲，佢喺24小時之內 send 咗超過150封短信羞辱佢哋，當中仲包括一啲富有威脅性嘅字句，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覆。2日之後，正喺度前往德州路上嘅 Zack 同艾蓮又收到咗 Christina 嘅短信。呢一次 Christina 放軟咗自己嘅態度，並寫到：如果你想返屋企就返嚟啦，你永遠都唔使質疑我嘅愛。但係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 Zack 竟然邀請 Christina 加入佢哋，而 Christina 亦都即刻飛到咗達拉斯。就係咁樣，佢哋三個人喺達拉斯重聚，但係路問題又再次出現啦。公路旅行進行到第10日，艾蓮偷偷喺 New Orleans 打咗個電話俾家姐 Francesca， 並同家姐講佢覺得 Zack 同 Christina 打算將佢殺死。當時家姐叫艾蓮即刻離開嗰度，並吩咐佢跑到最近嘅油站度揾人求救。但係艾蓮就表示自己唔可以咁做，跟住就收咗線。由於家姐唔知道艾蓮嘅確切位置，就算佢好想要救妹妹，但係亦都無能為力，只能夠祈禱妹妹平安無事。4月21號，佢哋三個人嚟到咗 Apalachicola， 佢哋去咗當地一間著名嘅餐廳，打咗迷你高爾夫球，仲飲酒狂歡。之後佢哋就入住咗汽車旅館當晚嘅最後一間空房15號房。第2日早晨，佢哋決定要留喺呢度盡情狂歡多一晚，所以佢哋就去咗酒精商店買咗幾支大支嘅烈酒，再返到旅館飲酒狂歡。當日好朋友 Ellie 曾經收到艾蓮嘅電話，艾蓮喺電話度同佢講，佢覺得自己好似係一個聖奴，而 Zack 嘅眼神亦都變得非常可怕，所以佢必須要離開呢度，但係佢需要 Ellie 嘅幫忙。當時 Ellie 即刻就諗到咗一個逃跑計劃。由於佢哋嘅下一個目的地係 Tempe， 所以 Ellie 就叫艾蓮喺 Tempe 度搭長途巴士去到邁阿密，而 Ellie 就會喺邁阿密嘅巴士站接佢返屋企。只要艾蓮上咗巴士，佢就會安全噶啦。但係 Ellie 之後就再冇收到艾蓮嘅消息啦。第2晚，Zack 同 Christina 突然嚟到咗 Mike 嘅屋企，當時佢哋嘅神情睇起嚟都有啲唔對路。喺 Mike 嘅不斷追問之下，Zack 先至吞吞吐吐咁同佢講艾蓮已經死亡嘅消息。Zack 表示，當佢瞓醒之後，瞓喺佢隔籬嘅艾蓮就已經冇咗氣息。佢嘗試幫艾蓮做 CPR 急救，並打算報警，但係就俾 Christina 阻止咗，因為艾蓮係俾 Christina 殺死噶。Mike 聽咗之後，曾經有諗過要報警，但係佢又驚會遭到暴力對待，所以就趁住 Zack 同 Christina 瞓着嘅時候，上網搜尋咗 Christina 爸爸 Tony 嘅資料，並聯絡咗佢。Tony 約咗 Mike 喺一間油站度見面。好彩嘅係，當佢知道 Christina 殺咗人之後，佢並冇選擇包庇，而係選擇大義滅親。佢陪 Mike 去到警局報案，並叫其他同事嚟到跟進呢單案。2018年4月24號，Zack 同 Christina 就被警方逮捕咗。被捕之後，兩個人都堅決否認自己同案件有關。直到2023年5月
Christina 為咗減刑，而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承認2級謀殺嘅罪名，並願意出庭指證 Zack。2024年1月，Zack 出庭受審，並否認咗控罪。控方傳召咗 Christina 出庭作供，而大家亦都終於知道當晚15號房到底發生咗乜嘢事。2018年4月22號晚，佢哋3個人喺房入邊飲得好醉，之後艾蓮問咗一個好幼稚嘅問題，仲對 Christina 講咗一啲故弄玄虛嘅說話，而 Zack 就突然變得好憤怒，佢對住艾蓮大嗌，仲對佢拳打腳踢。呢個時候 Christina 亦都加入咗戰局，因為佢想要知道艾蓮頭先所講嘅嘢到底係乜嘢意思。不過 Christina 好快就停咗手，並行出咗間房度透氣。幾分鐘之後，佢翻入間房。呢個時候 Zack 同艾蓮已經喺浴室入邊啦。佢見到 Zack 嘅手上拎住一支白色嘅棍，不斷咁毆打艾蓮。當時法醫喺艾蓮身上發現咗被棍狀物體毆打嘅傷痕，應該係肉臉桿造成噶。而肉臉桿上嘅血掌印之後亦都被證實係屬於 Zack 噶。之後佢哋翻到咗床邊， Zack 又拎咗一支木製嘅拐杖，狠狠咁毒打艾蓮，打到連拐杖都斷埋。跟住 Zack 仲喺 Christina 嘅面前用斷咗嘅拐杖嚟到侵犯艾蓮。警方當年亦都喺間房度發現咗一啲木碎，並喺 Zack 架車度揾到咗有艾蓮 DNA 嘅木拐杖。Christina 稱，直到佢出手阻止 Zack， 呢場血腥嘅攻擊先至終於落下帷幕。雖然艾蓮當時傷得好重，但係佢仲係生勾勾噶。跟住筋疲力盡嘅3個人就係咁樣瞓着咗，直到第2日早晨，佢瞓醒之後先至發現艾蓮已經斷咗氣。清理現場之後，佢哋就去到咗一個樹林棄屍。Christina 堅決表示佢只係參與咗善後工作，並冇參與殺人。辯方辯稱 Christina 先至係真正嘅兇手，佢因為妒忌，所以先至會殺死艾蓮嚟到泄憤。跟住辯方呈上咗麥當曼影低嘅相，當時 Christina 嘅手腳都有傷痕，所以佢先至係對艾蓮喐手嘅人。而 Christina 之前 send 俾艾蓮嘅其中一條短信，亦都可以證明佢就係兇手。嗰條短信寫到：你呢個賤人再接近我，我就殺咗你。另外，閉路電視亦都影到喺案發之後負責揸車嘅係 Christina 而唔係 Zack。辯方稱 Christina 非常狡猾，而且善於操縱其他人，所以佢一直都係負責發號施令嘅人，而 Zack 只係一個服從者。辯方表示 Christina 喺殺人之後就用醋嚟到清理現場，並命令 Zack 一齊幫手，所以 Zack 先至會喺肉臉桿度留低自己嘅掌印。Christina 長期利用爸爸嘅勢力嚟到威脅 Zack， 所以 Zack 先至會對佢言聽計從，完全唔敢反抗。陪審團喺經過咗5個鐘頭嘅討論之後，做出咗裁決，最終 Zack 被控2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而 Christina 就因為2級謀殺獲刑25年。